2026年是一个足以载入航空史册的年份，美国空军正式接收了2架全新的空军1号，基于波音 747-8I 客机深度改装，型号定为 VC-25B。 他们接替了那2架已经飞了30多年的老款 VC-25A。 老款飞机的服役年龄甚至比很多年轻观众的年龄都大，总统专机要换新，那可不是买个普通私人飞机那种便宜货。改装这2架飞机就花费了39亿美金，算上飞机本身大约40多个亿。这是什么概念？购买几十架普通的波音客机，甚至能买下一个小型国家的整个空军。这令人瞠目结舌的数据摆在眼前，很多人还是忍不住想问，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冤枉钱？为什么新空军1号不选用最新型号的波音 777X， 转而选择提前停产的747，而不是更现代更省油的波音787或者体型更大的空客 A380？ 4台发动机设计真的比双发动机安全那么多吗？波音747都已经停产了，买2个二手货回来到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防御系统能值40亿？这到底算不算浪费纳税人的钱？老款空军1号不也是飞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号称最新型的电子脉冲防护和激光对抗系统，到底是真有2把刷子，还是为了多骗了点预算？如果真的有导弹铺天盖地打过来，这架飞机能活下来吗？俄罗斯的伊尔96，欧洲的空客，跟它比到底差在哪儿？这种劳民伤财、华而不实的排场，真的是浪费钱吗？这些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拆开来看，看看这40亿到底买到了什么。要聊新空军1号，咱们得先有个共识，这可不仅仅是一架载人客机，而是一架可以在万米高空指挥核战争的移动司令部。相信各位见多识广的观众懂得都比我多，但为了照顾一些刚入坑的军事迷朋友，咱们还是得把新空军1号到底牛在哪儿掰开讲一讲。首先得提一下波音 747-8I 这款飞机本身。各位可能不知道，卡塔尔航空曾经是全球最大的 747-8I 货机运营商之一，他们的波音 747-8F 货机队承担着全球最繁忙的航空货运任务。但即便是财大气粗的卡塔尔航空，给无数富豪定制过私人飞机的他们，也没有能力把一架 747-8I 改装成元首专机，因为民用客机的改装难度和军用级别的根本没法比。你可以在里面装大理石、铺金砖，甚至镶满钻石，极尽奢华，但你装不了军用级能抵御电磁脉冲的防护，也装不了能让来袭导弹变成瞎子的激光对抗系统。这就是卡塔尔航空的空中官邸与美国空军1号之间隔着的一个无法跨越的技术鸿沟。回到正题，新空军1号最牛的地方绝对不是它舒适的真皮沙发，而是它的抗打击能力。首先就是那个听起来玄之又玄的电磁脉冲防护。电磁脉冲简称 EMP， 大家都知道，核武器爆炸不光有冲击波和火球，还有看不见的电磁巨浪。这道浪能把方圆几公里内所有电子设备瞬间烧成废铁。普通飞机遇到电磁脉冲，仪表盘会瞬间全黑，飞行电脑直接死机，通讯彻底中断。在高空，这架飞机跟一块掉下来的铁坨子没有区别，但新空军1号在设计的时候就把 EMP 防护刻进了骨子里。整机所有电缆都有铜丝编织了一层严密的屏蔽层，每一个微小的芯片都有独立的金属外壳，甚至连客舱的窗户玻璃里面都镀了一层看不见的导电膜，整个飞机就像一个完美的法拉第笼。光说这些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根据美国空军公开的一份技术简报，新空军1号可以在核保中心40公里范围内照样保持所有系统正常运转，就算是一枚100万吨级核弹在附近炸开，地面所有电网可能都瘫痪了，但总统在飞机里照样可以跟五角大楼通视频，甚至还能在社交媒体上安抚民心。接下来咱们说说那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激光对抗系统。没错，就是激光。新空军1号在机腹、机翼和机尾安装了多个可以360度旋转的红外对抗转塔，代号先进红外定向对抗系统。它的工作原理并不像星球大战那样把导弹直接打爆，那太费电了，不适合长时间使用。毕竟咱的首要目的还是保护总统安全转移。它是在感应到导弹来袭的一瞬间，发射一束高能激光，直接照射导弹的导引头，瞬间烧瞎导弹的眼睛，让它变成一只无头苍蝇，只能对着空气无能狂怒，甚至找不到目标而气到自爆。2025年，军方公布过一份非机密报告，该系统的实战拦截成功率超过了 95%。 咱们一起来做个假设，如果有人在机场围墙外发射了一枚红外制导的单兵导弹，老款空军1号就只能靠撒红外诱饵弹，像放烟花一样听天由命，对付新式导弹的制导系统基本束手无策。
但新款的激光转塔在几毫秒内就能捕捉到导弹尾焰，激光一闪，导弹就偏到爪哇过去了，连飞机的机身都摸不着。至于地对空导弹的终极威胁，比如那些号称能打400公里的防空系统，新空军1号的应对措施并非硬碰硬，而是提前预防。它搭载了全向紫外传感器，任何导弹发射时产生的微弱尾焰都逃不过它的眼睛。然后电子战系统会自动开启全频段干扰，制造出成百上千个假目标，让对方的雷达屏幕上满是雪花。再加上新空军1号的飞行员，每个人都是空军中的顶尖精英，他们每年都要练习大过载急转规避，让飞机像过山车一样剧烈翻滚的同时，一边忍受剧烈加速过载，一边把飞机开出导弹杀伤区。这就是 VC-25B 面对敌袭还能杀出重围的底气。相较于刚才咱们聊的那些精密而强大的外部防护设施，装修的花费才是这架飞机最便宜的部分。大家可能以为 VC-25B 内部为了防御会牺牲舒适度，这又是加速度又是大翻滚的，能舒服吗？实际上里面五脏俱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是如何高效而优雅地保障总统出行的。新空军1号内部空间有370多平方米，分成了完整的3层，下层是货舱和设备区，中层是总统及随行人员的工作休息区，上层是通讯天线和驾驶舱。总统有自己的私人套房，带独立卫浴，开完会还能洗个热水澡缓解压力。床当然不是用普通的折叠沙发对付一下，是一张实打实的顶级席梦思。办公桌是定制的实木，上面镶嵌着那个闪亮的美国总统徽章。会议室可容纳12个人，墙壁全是高清大屏幕，跟白宫里的战情室一模一样。医疗室相当于一个微型的 ICU， 里面有所需的手术设备，甚至还有一套独立的生命维持系统。万一总统受伤，医生可以直接在10000米高空做手术，还有一个小型血库备用。厨房能一次性准备100人份的餐饮，而且不是那种塑料盒里的飞机餐，是现烤的牛排、现做的沙拉，全程都有特工盯着食材，绝对保障总统的食品安全。但这些都是小钱儿，其他私人飞机努力也能做到。在 VC-25B 上真正值钱的是那19个天线。新空军1号的机舱里塞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卫星通讯设备，包括高频、超高频，甚至是只有核潜艇才会使用的极低频通讯。总统在飞机上可以给全球任何一个部队下达指令，可以授权发射民兵3洲际导弹，整个通讯链路经过了多重加密，是全球最顶级的黑客也无法破解的。据说这套系统的通讯带宽比某些小国家的整个国家骨干网还要大。为什么使用波音747而不是787或者 A380？ 相信各位观众肯定也想到了，747有4台发动机，就算一台坏了，这样能稳稳地飞在天上。对于总统来说，生命就是一切，而且747的内部空间足够高，能够布置更多的通讯设备和抗干扰舱室。最重要的一点，波音是美国的亲儿子，是美国工业实力的象征。波音拿下这个订单，机体几乎是按成本价给的，因为空军1号就是波音走向世界的活广告。每当这架蓝白相间的巨鸟降落在异国他乡，它代表的就是美国的科技力量和自由意志。这种品牌效应，多少钱也买不回来。有人说这目标太大了，但空军1号从来都不是孤独的旅行者，他每次飞行后面都跟着一架一模一样的备用机，这也是为什么要购买2架一模一样的原因。天上有 E3 预警机开路，旁边有 F-35 隐身战机护航，地面上有特勤局提前几周布设的安全网，这种海陆空一体的防护才是真正的空中堡垒。聊完了美国，咱们得横向对比一下，毕竟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先看看北约的老对手俄罗斯，普京的专机是 ER-96 300PU， 看起来也是4发大飞机，气场挺足，但只要稍微懂点行的人都知道，ER-96 的底子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它的发动机 PS-90A 故障率高的吓人，维护成本更是天文数字。俄罗斯空军自己的 ER-96 就经常出问题。2021年的时候，还有一架 ER-96 在飞行中发动机直接停车，吓得赶紧紧急迫降。俄罗斯号称给 ER-96 装了总统 S 电子对抗系统，但咱们先看看最近几年他们在实战中的表现，连引以为傲的 S-400 雷达都被廉价无人机偷袭得手，你敢相信他们的总统专机能够防住激光和电磁脉冲吗？再看看欧洲，德国总理的专机是空客 A340， 法国总统坐的是 A330， 这些飞机确实先进，
但他们基本上是民用客机改了个装修，里面装几台加密电话，弄几个真皮沙发就到顶了。他们根本没有那种能够在核战争爆发时作为完整国家指挥中心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在那些国家的眼里，总统是一位领导人，根本不需要承担指挥全球战争的职能，用不着这么高规格的防护和这么多功能。但在美国就不一样了，总统是三军统帅，是核武库的唯一授权人。美国总统不光是一个国家的总统，更是引领世界命运的灯塔。所以空军1号必须是永不坠落的指挥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愿意砸下40亿美金去搞2架 VC-25B， 这不是浪费钱，而是在给全球盟友打强心针，用翱翔于天际的双翼告诉全世界，无论发生什么，美国的指挥系统永远在线，灯塔的火光绝不会因为几枚导弹或者核爆炸而熄灭，它会一直带领大家走向明天。这种战略上的威慑力是美国梦的具象化，也是空军1号最核心的价值。有的观众朋友可能会担心，万一导弹真的多到激光拦截不过来怎么办？相信各位聪明的小伙伴也想到了，如果有人敢对空军1号发起攻击，那意味着第3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到那个时候，迎接那个国家的将不是空军1号，而是成百上千枚战斧巡航导弹和如入无人之境的隐身轰炸机。空军1号要做的是保证在最短时间内脱离危险区域，只要护航机队赶到现场，他就已经完成了自己保卫灯塔的使命。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也是观众朋友们最想知道的，这架由 747-8I 改装成的 VC-25B 凭什么值40亿？答案很简单，他买的不是一架飞机，而是绝对的安全感，是美国精神的有力保障，是在面对最危急情况的核爆炸之后，仍然有能够向全世界盟友提供战略支援的超强指挥能力，是波音公司60年技术沉淀与美国军工最新科技的完美结合，也是美国展示国力的一种具体化体现。2026年，它未来会被涂装成红色、蓝色、白色相间的总统色。这架巨鹰将会翱翔于天际，飞过华盛顿特区的纪念碑，划过大西洋的云层时，穿过所有的质疑声，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转变成由衷的羡慕和感叹，感受到这是一款集科技、武力与尊荣于一体的工业奇迹，是只属于美国梦的天空奇迹。这架永不坠落的巨鹰，全世界无出其右，只有在这里，在美国才能造得出来。好了，本期关于新空军1号的硬核分析就到这里。各位觉得这40亿花的值不值？如果你是设计师，你会在这架飞机上加上什么奇怪的黑科技？是能弹射的逃生着陆舱，还是能一发秒杀敌军的电磁脉冲大炮？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收藏、转发，支持一下我们的硬核科普。咱们下期再见。